大家好，欢迎收看 Easy Man 的中文播客。好的，我已经听到你的内心的呼喊了。今天也很高兴来到这个我们的固定节目啊。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你看啥呢？你这怎么咯噔咯噔的？啊，不要管啊，我们来到认真的、严肃的讨论这些话题，不是让你来玩的。我们今天来聊一个非常正经的话题，就真的我觉得对很多人都有很大的意义，就是我们每一天啊，不管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啊，都会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对不对？但是很多人我觉得很奇怪一点，就是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常常有些行为是觉得挺奇怪的，比如说面对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吃很多，对不对？暴饮暴食，有这么一个压力肥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有哈，你来展开说一下这个。为什么每次你提问完，我就特别想问你问题？你问呗。你为什么觉得这种行为奇怪呢？就是为什么需要通过吃很多来？你等于是你不理解。我不理解。你不理解为什么说人家奇怪呢？你就是评判。好，那我就。我只是为了讲一个话题，其实好的，来吧，继续。你不是要问我吗？不是，我刚问完了。就这样就问完了那你能帮我们就是稍微解析一下，就是人在压力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一般情况下人会怎么面对压力呢？面对压力处理的方式、应对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是吧？你有压力的时候你会干嘛？呐喊。砸桌子，砸椅子，砸电脑。我怎么没见你干过这些事？我踢过那个垃圾桶，唰一脚。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就是我这个人其实说实话比较容易把这个不舒服的情绪给压下去。就那咱们再回到问题，就是有些人压力可能就是积压在心里头，有些人可能就是释放在外头。那这个怎么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为什么每个人面对压力的时候状态都不一样呢？这个还就是跟每个人他的生存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呀。有些人他比如说通过外部调节，他之后会释然会放松，那么这个方式他肯定以后就会沿用下去。但是如果说他向外释放，但是得来的可能是一个不安全的信号。你比如说一个孩子他感觉到有压力、很焦虑或者很紧张或者很不安的时候，他在家里发脾气，他换来的是一顿暴揍。那么慢慢的他可能就会知道这是一个不安全的方式，他就会寻求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是向内压，或者找到其他的可以把这个压力排解出去的又不会带来危险的一些方式。那你说到这点就让我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是不是人天生首先一开始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类似的就是排解压力的方式，但因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会导致他渐渐采用不同的方式。就像你刚刚说孩子，咱们就比如说孩子，这是天生的吗？还是说慢慢习得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想过。就是这个排解压力的方式到底是后天习得还是天生就有？我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哈，那就当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又怎样？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不是说去寻找它的原因了，我是觉得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就排解压力。就你刚才提到，就是可能有些人在就是排解自己压力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不好的环境，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可以反过来倒推一下，就是说假如你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或者比如说你身边人是能承接你的压力的，那么你相对而言你这个就能更好的处理你的压力呢？也不是啊，不是啊。你看比如说我认识的有朋友他有压力的时候他会看小说。对，看一些悬疑呀，或者一些就是比较刺激的紧张的一些小说，他看这个。然后有一些人他通过追剧，有一些人呢是通过买，然后有一些人是就是吃东西。
都有都有，然后它会有不同的这种解压的方式，但其实这些东西其实你都可以归结为，其实我倒反而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些方式，它只是说我在应对这个压力的时候，我采取了我所能想到的，或者是我之前用过的，我认为还蛮有效的一个方法而已。只是这些方式可能多多少少会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就是看，就像其实你像你说的，那个应该叫目的论，就是我不去管原因，我就是想我到底要怎么做，怎么去调整。但是就是我自己其实一直是属于目的论和原因论并行的一个人，就是你那么微妙的表情看着我，因为两个字儿太大了，突然之间第一回听到，就是我是一定会知道，比如说。我很喜欢吃东西，我也喜欢看吃播，但是我会想要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看吃播，以及我很烦躁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为什么想吃东西，我是一定要知道我的原因，但它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哈，它适用于我就得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那我就会去找，原来我是焦虑了，或者我是有压力了，或者我很心烦，或者我现在是需要给自己一个放空的时间，大脑放空的时间，然后这是我知道了，那我就知道可以在这个节点，我可以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因为你不断的吃东西，或者是你熬夜看小说，它可能对身体会带来影响跟负担。对，那么我就知道，我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做，这个时候就可以蹦到目的论，去寻求新的一个解决方法。那你就对你个人而言，其实现在的方式你是适用的。我现在不太会因为焦虑而吃东西了。对，其实我刚才听到说你说焦虑这两个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把这个焦虑和压力联系在一起，因为压力会产生焦虑，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可能工作压力很大，进而会导致有很深的焦虑感，所以那咱们就再进一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就从压力然后变到焦虑。那么我们每天都会面对那么多焦虑，特别好像是工作上的焦虑会更多，我发现。不一定啊，不一定，每个人焦虑点不一样，不一样哈。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的面对焦虑，以及怎样应对呢？就像你说的，原因论、目的论怎么结合起来会更好？其实说真的，去挖原因是个挺难的事情，是吧？很难。而且是有挺多人他会，他们为了安全，为了生存，他是被一层壳包裹住的。但你要把这一层壳去击碎，本身就是一个挺痛苦也非常非常残忍的事情。所以如果觉得这一条路走起来比较吃力的话，直接蹦到怎么做也是挺好的。你比如说，当你能够察觉自己这个情绪，我先不管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情绪，我先去看，我有这样的情绪了，我可以做什么选择，不要把自己卡死在我只能通过暴饮暴食来实现，而是想我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其实就是我因为最近在运动嘛，然后我有时候就会去看一些科普，我就会发现，就是如果我是晚上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比较高，我晚上会失眠，然后我就找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它就是说，当你晚上运动你强度比较高的时候，你体内的那个皮质醇这个浓度会上升，当这个浓度上升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刺激你的神经系统，好像就会让你整个那个状态感觉是一种紧张的应激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就好像要去战斗一样，或者是要去逃跑一样，它让你身体处于一个备战状态，所以就是我后来就把运动尽量都调整在白天或者早上进行。它这个皮质醇高，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人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皮质醇也会升高，而皮质醇高它不仅仅只是说会影响你的睡眠，它还可能会让你整个身体里面就是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能量的消耗，脂肪啊、糖类的消耗，这些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好像是会紊乱掉。所以不只是心理，甚至是生理的，它心理上的东西它会带来生理上的一些变化。你长期处于一个
压力状态下，你的皮质醇就会高，高的话你这些东西就会乱，乱的话其实你体内本身就会对食物会有一些很强的一个渴望，你就会很想吃东西，就会身体会需要，因为它就是你从身体生理的这个结构上去说，包括现在吃饭我也会跟你说，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是食物到体内，身体去运作去消化，它都有一个顺序的。然后有时候因为你可能没有吃对，然后就会觉得今天一天好像都是对食物的这个渴求度很高，就我老想吃东西。但如果你顺序吃的比较对的话，就对我个人而言啊，我就不会说是我一直想吃东西，不会一直处于那个对食物很强的渴望里面。就是这个顺序没有吃对是怎么说？我不是很理解。感觉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没关系，稍微提一下，因为我很好奇。你比如对我来说，我的早餐是尽量少吃碳水，就是因为吃了碳水，我好像体内那个糖就不太稳定，然后我的血糖可能会快速上升，到后面有一个快速下降的过程，然后我就会很需要去吃东西，然后就会有那种饥饿感。心慌饥饿的感觉，但我早餐如果只吃蛋白质，吃些维生素，然后我整体一个早上的食欲是相对平稳的。哦，还有这样的讲究啊？有那，对啊，所以就是现在在运动嘛，所以就研究了一下，对，会看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科普的文章，然后去了解。再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你当有些人他比如说心理上可能一些焦虑感啊，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把心里的那个空虚的感觉，那个心理上的饥饿感，跟真正的身体的那个饥饿感混淆。就好像我如果能把我的胃、我的嘴巴填满，心里那个洞好像就会被补上，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也会暴饮暴食。这个我能理解。那面对这个状态，就像你说，它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那如何就首先可能得觉察出自己是因为什么情况下，才这样。那么怎么跳脱出来呢？是不是很难的感觉？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对健康已经越来越重视了。对对。那其实最重要的第一就是先别买零食。零食，对，那些就是你动不动会抓起来吃的东西，你先别买它。然后再如果有的话，你把它放在离自己远一点的位置，不是我随手就能够着。比如说很多人在上班工作那个办公桌旁边会有个抽屉，抽屉里面全部都是零食。挪开挪远，它不是你随手就可以拿到的。锁起来。对，就是你让去拿它变成一个有点困难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都是一念之间。对对。这一念之间，你可能就会选择放弃。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解压方式就是运动。运动是一个很好的解压方式。对，非常好。为什么？你是自己的亲身感受？对，我觉得它会怎么说？它会把你内部的一些力量，怎么说？应该叫什么东西？让我想一想啊。就是会把你内在的一些东西外化。这句话能听懂，但是我不太理解啊。对。怎么说呢？有一个词叫疼痛转移。这个我知道。你能理解哈？就这样。你捏我干嘛？转移。不是这个转移。你比如说我现在头很疼，然后我可能会捏我其他地方，然后让那个地方头疼的那个好像就会被稀释掉一些。对。然后你如果就是比如说我心里其实很愤怒，或者很焦虑、很压力满满，那么我这时候去做一些运动，其实是把你内心的这一些不满的东西把它外化了，通过运动把它消耗掉了。然后你的强度是合适的话，其实运动完多少是会有疲惫的感觉的。那时候也累的没有力气，没有力气愤怒了，没有力气可以去焦虑了。而且运动完之后，运动本身它会给你带来多巴胺、内啡肽，它本身这些激素就会刺激你去愉悦、去舒适，它可以从生理的层面上也会平衡掉你心里的那些有毒的压力。
对，我明白了。其实通过你刚才这样讲述，我大概明白，就是我们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了，比如有些人吃很多东西，有些人去运动，有些人追剧，有些人看小说。但假如比如说这个习惯这个出口它不是对你身体特别有好处，比如说吃太多等等，那么可能可以调整一下，未必是运动了。比如说你这个是想看书，我觉得也可以啊。你沉浸在一个世界里头，可能就忘了这些东西。对，是的，是吧？是的呀。最主要是看你选择的这个方式，有没有给你带来困扰。然后如果有困扰，我们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相对健康的，然后你能够比较轻易去做到的，不是那么难做到的事情。然后去找一个这样代替的东西，慢慢的去替换。对，因为压力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消失的，我觉得。对，人生在世总会有压力。对，怎么去转换，怎么去转移，才是最重要的。家暴啊！好，我没有啊，郑重声明。好了，那么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希望对大家真的有所帮助。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有时候有压力的时候，确实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比如说看我们的视频呐，对不对？也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因为一看就10几20分钟，你可能当下那个愤怒值就忘记了，对不对？而且看我们两个搞笑，对，转移一下疼痛这种。好的，再见。